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也是这周刚刚旗舰店这个大货5款出货的这一个电影《死侍3》当中的霹雳火。这一个当时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出彩，因为它是美队来扮演的，整体的这个素质，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毕竟它这个头雕出货时已经跟官图完全不一样了，做过修改我个人觉得还是做的非常的不错的。今天我们就来把玩一下它。首先，当然整体的这个素体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太壮电影当中我觉得还是要纤细瘦一点点的但这个有点像美队就是非常健硕的这个美国队长1当中美队的这个身材不太像霹雳火的身材。整体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刨开它这个肌肉太大颗整体的感觉不错。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最关注的，当然是这一颗美队的头。这个头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比最早的那个，如果说最早的官图它的相似度在我心中只有5.5分、6分这个样子。这次修改了以后呢，起码是7分到7.5分，在我心中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简单来描述的话，就感觉是这次出货的版本大货的版本是稍微磨了一下皮之前那个脸上褶皱真的太多了。然后除了面雕的这个修改以外呢，我觉得焦发，如果是观看过这个最早官图的，大家都知道那个焦发，我觉得特别是前刘海这里，官图根根分明但是这次出货了以后，我感觉这个焦发稍微有一点点缩水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官。然后来看一下顶部顶部来看的话，做的还是不错的，包括侧面跟后脑勺的这一个焦发做的都还是挺不错的，就唯独我觉得前面这一撮稍微没有那么的细节。然后整个的面雕的一个纹理细节刻画包括这次美队这个微张嘴的一个表情，刻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把灯光照一下，从这边挡我觉得相似度非常高，涂装的工艺也是在线的，特别是胡子这里还是可以的。脖头分体，所以在侧面看的话呢，会稍微有一点点割裂感可动眼调节还是老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首先胸部这里哇靠，可以看到这个腹肌、胸肌非常的明显但是里面不是包胶塑体这边全是硬的，除了腹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软。然后手臂也没有包胶，纯素体这就是让我第一感觉摸上去像在玩之前HT 出的超人一样那个素体那么结实。腿部大腿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包胶填充的所以摸上去比较软，小腿是没有的，大腿是有的整个衣物的面料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薄，有弹性，还是可以。当中的这个神奇四侠标志的这个服装一般，细节纹理一般。然后再转到后面看一下背部，整个衣服也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污渍涂装一个视频当中也是比较明显能看得出来的。背后胸前都会有一点点，还是可以的。好，再往下看，咱们来看一下腰部跟手部的一个细节。首先这边的这个绑绳、绑带也是一个真实材料，而且可以看到这次也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关节的一个穿帮，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手型
能接受啊，稍微在灯光下打上去会有一点点的油啊，然后这些也是有污渍涂装在上面。然后看一下腰带，腰带也有污渍涂装啊，旁边的这些腰包是没办法去打开的。整个软胶件的一个腰带啊，不能去脱。背部的这个涂装一般。好，然后看一下裤子的话，依然啊 HT 常规的这个魔术贴，裤子的版型还是非常不错的。看一下旁边的口袋，真实可以去打开放东西啊。裤子会有一些些的污渍涂装，包括屁股，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裤子比较厚。好，然后到鞋子这里了。这次的鞋子啊，让我比较出乎意料的一些地方，就是它很薄，虽然是一体的，而且这个鞋子我个人觉得涂装还是涂得非常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细节，我觉得涂的非常可以，包括一些做旧啊，包括鞋带，虽然说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鞋带，是一个软胶件啊，但是刻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细节可以，而且因为它做的比较薄，所以在做一些脚部的一些可动的时候会更加的舒服啊，不会那么硬邦邦的啊。鞋底也有刻画。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首先头部可动，头部可动这次啊真的比较一般啊，360度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会剐蹭到啊，所以个人不大建议。最大的范围安全距离差不多，对吧？左右抬头有一点点，低头比较糟糕啊，几乎没什么低头幅度啊，因为它脖子还是比较粗的，侧头会有一点点，但不多啊。常规摆一些造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来看一下手型，首先，哎，很丝滑啊，往前很舒服。手臂抬举，内部齿轮关节啊，活动空间非常大啊，腋下也没有中奖，可以。齿轮关节很丝滑，很紧。大臂看一下有没有旋转空间啊，有，但一样啊是非常紧的。手臂前举，哎呦，这齿轮关节听到很脆啊，这声音。举的可以很高，还可以再往上，没什么问题。往后啊也不错。把玩的时候还是要当心啊，腋下不要夹进去。手肘部分，齿轮关节90度往上啊，标准把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很脆啊。手型的话，依然左右都可以。好，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胸腰可动啊，这还是比较关键的。首先来看一下腰部，哎呦，比我想象当中好啊。它这一段是没办法去可动的，但是这里是可以的。然后往后也有一点点，但是会回弹。左右没问题，侧腰也有啊，腰腹部的可动没问题。腿部来看一下劈叉，哎呀，太紧了，裤子还是比较紧的，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前踢咱们来看一下，哎呀，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后踢一点点，膝关节的可动还是不错的啊。好，再看一下脚部可动，往前、往后、左右也有一定的这个幅度空间，但是当心啊，不要太用力的去把玩，断了的话很麻烦。最后咱们来看一下可动眼，拔下来了以后依然是这个很难插的一个装置啊。然后来看一下，在里面可以不去用支撑杆，咱们稍微去调节一下一个侧眼的一个表情啊，用灯光打一下。
还是不错的啊。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也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包装，还有配件都有一些什么。好了，外包装方面，咱们也来看一下啊，依然标准的就是之前死侍的这个外包装，只是这一款呢扁一点、厚一点啊。可以看到正面就是咱们霹雳火的一个半身像，然后这边依然是一个金刚狼钢爪划过的一个痕迹啊。背部好，现在我们来抽开，它也是一个上拉式的包装，但是这一款很重啊，因为它的地台跟特效件确实比较多啊。OK，咱们打开，打开以后，咱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了啊。主体哇，特效件是真的特别多啊，手型也给的非常丰富啊。还有一件披风，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配件啊。背面，哎，整体的一个造型啊，包装的这个头应该是最早官图的这张脸啊，因为出货了以后，HT 有对这个头雕进行了一个修改。个人觉得修改过以后呢，确实比老版的这个官图啊，好了一点。好，我们现在再来打开内部的这个包装，来看一下，很重啊。哎，好的，首先背部，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破损的这个披风，看上去质感应该是挺不错的。而正面就是咱们本身内容物，地台是在后面，总共就一层。OK，包装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次霹雳火的配件都有一些什么好玩的，特别是这些特效件啊，感觉应该是不错的。咱们来瞧一瞧。好了，配件当然还是从说明书开始看起啊。首先正反面还是比我想象当中厚啊，我感觉配件没多少啊，竟然还有那么多东西要说。首先常规的这个头雕的可动眼的一个调节，然后手型看到吧，可动，腿的可动，哇，它这个能到90度，我刚刚怎么掰都掰不上去啊！手型替换啊，然后穿脱这件斗篷，背面就是整体造型，这斗篷确实帅啊！好，然后就是特效件，然后手臂的一些特效件，下方非常大的一个火焰特效件啊，然后一些注意事项，最后整体造型，这个造型还是真的挺帅啊！说明书就这么一多啊。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手型方面，哎，先来一对握拳手，还不错啊。好，然后也是一对造型手，是没有手上这个绑带的，手型刻画也是不错啊。又是一对造型手啊，手上的这个刻画，我们进去来看一下啊，有那种沧桑感，而且可以看到这手背上的一些青筋啊、血管，哇，刻画的很到位。好，然后是一对也是做的不错啊。最后一个单独的一个造型手，手型给的非常丰富啊。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给的是一个加油支架，这样一个蛇形软管，然后常规的经典时尚小地台啊，神奇四侠的一个 logo 啊，然后常规的一个手臂的一个补件也有
可动眼调节器啊，这玩意儿不需要，除非你手比较粗。然后咱们就要来看一下它的特效键了。首先这一个啊，这个好且是有磁吸点位的啊，可以看到啊，刚刚按照说明书来放，但是你需要把头雕给拔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磁吸牢不牢固。咱们先把啊头雕给拿下来，在这顶在这，哎，吸附力度还是可以的啊。咱们再把头雕给插上去，有点小帅啊。这火焰特效键的这个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有点渐变的这个效果。整体是一个软胶件啊，所以不用太担心会断，但是也不要掉地上啊。这些尖刺的地方开模也是比较尖锐的，拔完时候要小心。帅啊！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个特效键。首先来看一下这两个手上的这次特效键，我觉得做的，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啊。这个涂装颜色、火焰的质感做的还是不错的。好，再看这一个啊，这个合模线会稍微明显一点啊，在这里一条，然后这两个。好，然后是一个特效键，这个特效键啊很粗啊，直接需要把你的手心给拔下来，然后套上去啊，做的还可以。就是这个开口不知道去装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啊？如果很紧的话，咱们也可以用热风机给吹一下啊，问题也不大。挺大啊，这个特效键，而且很沉，我估计装在手上了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手臂的这个支撑。OK，最后一个啊，特效键，哇，很帅啊！这个底部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个，哎，鞋子的一个安装点位啊，很帅这个，而且很重啊，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拍的很清晰啊？里面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其他的涂装在火焰内部包裹，黑色的，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很细节。但是它没有这个点亮机构啊，这些地方当心不要去弄坏了啊，毕竟还是比较细的。来，咱们来站一下试试看啊，这个站起来应该挺方便。正面在这儿，给它随便踩，啊，这踩上去不是分分钟很简单啊，很牢固。但是这个整体高度就不得了了，咱们来看一下啊，好家伙，比包装还高，而且我还没在下面装这个小地台，装这个小地台更高啊，我整体高度是我没有想象到。咱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装上地台，包括这个特效键了以后，整体的高度最高能达到多少啊？咱们来看一下。哎，放上，好，咱们用来尺来量一下啊。好家伙，竟然差不多要到42公分啊！哇，真的很高，1:4的这个人偶的比例的。好，最后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件斗篷，哇，这件斗篷我觉得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里面造型铁丝也给的非常多，帽兜这里有一根，前方有一根，这边也有2根，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背后一片里面也有1根、2根，质感非常不错，穿在身上这个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咱们来尝试一下啊，试一试。但是如果你要穿斗篷的话，好像这一个特效键就没办法去插上去啊。首先需要把你的这个头雕给拿下来，然后因为它有个袖口，看到吧？没办法，你需要去给它穿上，从这儿给它套上去。啊，我不大会打理的一个人啊，所以
只能稍微给它套一套，看一下感觉。哎呦，这个眼球可以看到啊，如果你这个装置没有插对的话，哎，这眼球就往上翻了啊，还是需要你去调节好的，对准这个滑槽再卡进去。咱们把这个兜儿给戴上，戴的时候当心，因为它的这个胶发尖刺比较多啊，开模还是比较尖锐的。算了，不戴了，我感觉我戴不来。穿上去了以后，这个没有打理之前的这个效果啊，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啊。我觉得还是穿斗篷比较帅，对吧？啊，咱们再去给它站上。OK，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还行啊，这一款，嗯，自从改版了这个脸了以后，我觉得在我心中这一款也是一个不错的作品啊。OK，本期老李头视频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三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本期霹雳火的开箱把玩，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